大家好啊，盛京淘宝日记啊，我是老王，这是我今天的收获啊，给大家展示一下子。这串啊，这串是一个高古的琉璃啊，这个啊送给大家啊，这个谁手快给谁啊，给新粉啊，新来的粉丝啊，点点关注就行啊，给老王点点关注啊，肯定有机会啊，谁手快就是给谁啊，然后可以在评论区打上我想要啊，或者是主页私信啊。然后你们要是卖了大价钱，你也不用感谢我啊，也不用说那感谢的话啊。这个东西就是机会，就是你们幸运啊，就是谁幸运给谁啊。就像咱们每天都拿出一件稍微好点的、硬点的东西啊，然后送给大家啊，没有别的啊，就是点关注就行了啊。选择啊，选择大于努力啊。你看那个古玩城里头，你看那老板一个个都天天的一天往那一坐哈，闲的都屁直屁直的，小烟抽着，小茶水、小茶道给你整着，但是人家还不缺钱儿。你看3年疫情没给人打垮，人都没咋地，是不是？所以说选择大于努力啊。你看过哪个种地的说发财的？要是假如说种地能发财的话，农民将无地可种啊。你这句话你细品啊，真是那么回事儿啊。所以说选择大于努力啊。这个是一个释迦摩尼的一个佛牌啊，它非常的料子非常干净啊，可以说是没有一点的杂质啊，白度细度还有这工啊，都特别漂亮啊，绝对是小精品啊。一个牛角珠啊，这是一个玛瑙的啊，老玛瑙的一个牛角珠，这个尺寸比较大啊。包浆皮壳非常莹润啊，你看这个皮壳这个口沿的部分啊，磨损痕迹都非常明显啊。这种应该也是把玩佩戴的东西啊。这个是一个高古的一个小蚕啊，这个非常不错啊，这东西不大，它非常不错，等级非常高啊。这东西要假如说有条件的话，包个银应该是没问题啊，包个银没多少钱。要是包个金呢，就更好了啊，更完美了。然后整个小绳一穿，这小东西绝对够啊，够派呀，级别够啊。一个小凤鸟啊，这是一个和田中古的啊，和田玉的一个中古的小凤鸟，皮壳也非常好啊，给人一种就是硬朗的感觉啊。料子也是给人也是，就是那种硬料子啊，一瞅就是这东西就不用细瞅了啊。和田的东西有时候就不用细瞅。一个骨头的一个龙牌啊。这个是一个手串啊，这个是大毛骨的啊，这个年份就更大了啊，年份比较大啊。咱们大毛骨的东西也没少出啊，像这种大年份的就很少了啊。这个年份大，然后有一个老蚕丝啊，这颗蚕丝也非常漂亮啊，这都是赏心悦目的东西啊。一个小脖挂啊，一个小脖挂，这是带小鱼儿的啊，是奶白色的啊，一个和田玉的啊。然后挺漂亮的这个啊，中间这小佩珠还是琥珀的啊，穿的很有味道啊。一个大的一个粗阔币啊，上面是2个凤鸟，然后这是饕餮纹啊。你要细瞅的话，其实这是个龙啊，这块是龙头啊。因为这种中国呀，就是这种龙的题材的东西就太多太多了啊。瑞兽里头就是龙啊，这个图腾里啊，都几乎都是个龙来那什么啊。一个中高古的一个兽面纹的一个玉璧啊，这个玉质也是非常老熟了啊。这个皮壳都非常不错的啊，你看这种皮壳啊，很自然的皮壳啊。一个和田白玉的啊，这是一个白玉的，玉质稍微差了一点啊。这也是老的清代的一个数你有钱啊。青金石的啊，青金石的一个呱呱来财啊。这个是一个翡翠的啊，翡翠的一个小玉璧啊，这也是老的啊，也是
清代左右的啊，就是比较少、比较小啊。它是同治通宝啊，做了一个钱儿啊，是一个老翡翠的啊。一个竹节的一个小玛瑙珠啊，上面是包的银子啊。这个也是玛瑙的啊，带眼睛的这种珠叫什么珠？这个一大一小的，这个挺有意思啊，这器型挺有意思啊。穿在手串里或者单独做吊坠，像小葫芦啊。这两个是蓝沁的啊，蓝沁的玛瑙珠啊，非常的莹润啊，这光气都特别好啊。一个翡翠的啊，翡翠的一个算盘珠啊，红山的啊，一个太阳神人啊，这个皮壳也非常不错啊。和田玉的几个珠子啊，这种都是清代的珠子啊。稍微有点小糖的那种，还有点小青花的啊。它们4个都不一样啊，应该都不是一块料子上的啊，每个都有每个的特点啊。一个明代的一个瑞兽啊，非常漂亮啊，这玉指啊特别油啊，沁色也特别漂亮啊。应该是一个老虎之类的啊。松石的啊，两个松石的这个菜籽黄的珠子啊。这个是一个汉代的一个红沁小玉璧啊，上面是那种小的鼓励纹啊，这个东西非常不错啊，包浆皮壳啊，非常斯纳个啊，很有感觉啊。一个黄玉的一个小胡人啊。翡翠的啊，一个翡翠的一个小瓷莲小童子啊，都 A 货啊，这个就是不喜欢了啊。这个是一个青玉的一个大籽料啊，大籽料的一个财神啊，财神啊，雕也雕不下来，你就买块石头吧，就当一块石头，但是能玩啊，这东西能玩啊，简单还能玩出快乐，所以说这就是性价比呀。这个是也是一个小佛啊，一个小佛主啊。这个看不出是观音还是说是弥勒还是什么，那个看不出来了啊，它肯定是个佛像啊。它这个外边是一个包裹的啊，应该是一个银鎏金啊。小佛像这个玉指雕工都不错啊。这个小炉子啊，这小炉子非常漂亮啊，一个小冲天耳的小炉子，带这个红斑绿锈的啊，皮壳一眼老啊，一眼大开门。这种器型的话，要是大点的话，就像以前他们是那种器皿，底下是加火，然后烹煮肉的那种，叫什么玩意儿？但是这个比较小啊，这个就是做个小熏香炉或者是什么的小摆件，这太漂亮了啊！这东西这小皮壳你是太好了啊，瞅着带劲。这是沉香木的啊，沉香木的一个小手串啊，味道非常不错啊。然后上面这是一个翡翠的一个小环啊，套里头了。这是西亚的一个小珠子啊。凤眼的啊，一个老凤眼的凤眼菩提啊，应该是几十年是没有问题的啊。这种玩出也是带变色了啊，带包浆了啊。这个是小天珠啊，小珠子的啊，带这种腰线的啊，小珠子，然后穿的小手串啊，中间这隔珠是木头的啊，这可以调大小的啊。这小珠子还是挺漂亮的啊，带了一个3眼的一个大点的小天珠啊，还有2个小虎牙啊。
这个是一个大的一个杵，一个像那种量杵的那种虫的那个造型的一个啊，一个比较矮的一个小虫啊。一个玛瑙的啊，一个象形的啊，有点像人儿啊，坐在那块儿的一个天然的玛瑙的一个石头啊。它这石头啊，非常的颜色、包浆啥都非常好啊。这种东西是非常硬的啊，玛瑙的材质是比玉还要硬啊。一个寿山石的一个章啊，姓徐啊。这个上正面这字儿啊，没少刻呀。小章非常精品的啊，字儿也非常古朴啊，一眼大开门的东西啊。但咱们对这东西没啥研究啊，文化水平不够，所以说就是也不往那上悟啊，太累了。这个是一个宝石啊，一个红宝石的啊，一个小珠子啊。一个大的一个和田的一个牛啊，一个大兽面啊，整体来说是一个兽面。这地方镶的是琥珀啊，这都是老的镶嵌啊。然后一个大牛啊，大牛头，大兽面啊，这个料子非常大啊。后边你看这个纹饰啊，非常古朴啊，可以做个大摆件啊。一个慈龙的一个小臂啊，这种是这种造型的啊。几颗和田的珠子啊，这种蒜盘珠啊，包浆比较好啊，白度够啊，就是稍微里头有点这个玉花能看出来啊，就是细度稍微差点啊，但白度非常不错啊。那你瞅这光气啊，是老的啊。现在我们有时候追求这个玉质的极致啊，但那种东西有可能都得是新的啊。你这种老的东西追求极致的话，应该是费点劲啊。因为以前这个一个是开采有难度，但一个是工艺它也有难度，选料也没有也不那么重视啊，这东西啊，因为加工起来难度更高，就是这玉材要求没那么高，只是现代人审美要求有的时候要求啊玉花都看不着，但玉花看不着那种玉，基本上还有一种可能，有可能的是不是真的啊，有可能性打眼。这是蚕丝的啊，蚕丝的2个玉管啊。这么长的管还是很少见的啊，而且还比较细啊。一个松石的啊，松石的一个三通啊，一个佛头啊。这个是一个宋元左右的啊，一个小，应该也是藏传之类的啊。它上面是一个金刚杵啊，金刚杵的小铃铛啊，小摇铃啊，应该也是辟邪的法器。我怀疑这东西就是法器啊。就是佛家用的啊，但这东西包浆是真好啊，有懂行的能看出1、2、3了啊。这东西是包浆就没法说了，就绝对是够用了。这个是一个大兽啊，这个身腰比较长啊，这东西是应该也是龙龟之类的。瞅它这个上面是龟背啊，应该是龙头啊，龙龟。然后这块还有一个出来的啊，也是一个小龙头啊，身上你看这是纹饰啊，包括这个脚上的这爪子啊，东西还非常不错啊，和田玉的啊。看看这尾巴啊，弓还是比较细的啊，挺漂亮的啊，这东西很少见的啊。这是一个老的一个料器啊，一个料器的一个鼻烟壶啊。这是一个和田玉的啊，和田玉的一个人儿啊，不细瞅的话看不出咋回事啊。这是一个人儿，然后头发还挺长，应该是胡人的造型啊。它这个玉指也是比较特殊的啊，但光气确实是好啊。你看这玉指这光气特别好，这个造型挺独一无二的啊，这东西也是不好见的，这东西啊，市场上也很少见的东西啊。
清代的啊，一个瓷莲童子啊，拿着一个小花篮啊。这个玉质好，和田青玉啊，这种青玉一般来说玉质都是非常的品质高的啊。它这玉吧也分色儿，有的颜色就出好玉质啊，像这种就是密度油性都非常好。胡人啊，唐白也是出好料子的啊，底下有一点小糖啊，一个小胡人啊，这应该是一个清早期的明代左右了啊。这是一个籽料的一个观音啊，合模的啊，合模皮子啊，籽料啊，底下是有龙啊，上面是可以穿绳的啊。一个小兽啊，这应该是一个小瑞兽，或者有点像犬，还有点像马上翻身的意思啊。这油性不错啊，应该是个小籽料啊，油性特别好。这是文化期的一个大斧子啊，这种打灯是老漂亮了啊。这种玉里边它都是很绿的啊，这皮壳非常不错啊。一个小，这是一个小笔帖啊，这么瞅的话像一个小龙啊，卷着的一个小龙。一个角的啊，一个角的一个扳指啊，非常老气啊。牙的啊，这是一个牙的一个小吊坠啊。这个年纪也不小了啊。一个大的一个文化期的一个玉斧啊，这是一个大斧头啊。然后这底下肯定是个小狗啊，上面是个人拿个一个棒子啊，它肯定跟那个狩猎是有关系的啊。它这个场景就是一个狩猎图啊，尺寸非常大啊。一个也是红山的啊，一个猪笼类的啊，它有点像，就是一个猪笼啊，这造型就是比较特殊一点啊。明代的一个小龙啊，这个玉质非常好啊，它有点鸡骨白的了，一点一点的就变色了，看见没？这块玉质还行，它一点点就变成鸡骨白了啊，它就是一个渐变的过程。然后今天东西就这么多啊，喜欢老王的还是给老王点点免费的关注啊，老粉丝还是给老王点赞啊，长按点赞3秒那种。然后谢谢大家啊，我们下期再见啊。